设计我。对不起，这件事我会负责。负责？你拿什么负责？我可以入赘。陆家要什么样的人，我做什么样的人。不识抬举。陆总，您和叶氏少爷。陆少夫郎，就凭他也配？丢人现眼。不过既然攀上了陆家，倒也不是全无用处。叶氏的窟窿，你自己想办法。陆家的门路，记得替家里铺好。哥，你也就剩这点利用价值了。叶氏我会保，但陆家的事，我不会拿去给你们做筹码。翅膀硬了？不是，是有些东西比命还重。行，有骨气。孩子，明天到陆家来一趟，我想见见你。再等等，爸，母亲节，我会把欠你们的一样样讨回来。好孩子，眉眼干净。瑶瑶性子冷，往后你多担待。我不在意被谁担待，我只在意能不能留下。他不爱我，甚至看不起我这副卑微样。可他母亲时日无多，唯一的心愿就是看他成家。可以结，但说清楚，这是给我妈的交代，不是给你的脸面。你入赘，守规矩，别碰我，更别妄想我会正眼看你。我答应。婚事就这样定了，全城都在等着看我的笑话。一个3年没出现过的名字跳了出来。瑶瑶，我回来了。久仰未来的陆家夫郎。瑶瑶是什么样的人，你大概还不懂。他心里一直只有我。乔先生想说什么，直说。这桩婚是他应付家里的权益，等老夫人走了，你就该退场了，识相点儿，对你好。乔先生很懂他，那您应该也懂他讨厌别人替他做决定。他讨厌替他做决定，而且他说我长得很漂亮。茶我心领，话我记下了。他比谁都清楚自己的处境，他是来卑微求一个位置的，不是来争的。可有些人，他一眼就看穿了，笑得越好看，藏的刀越冷。先生，乔木晨这3年在国外的事不太干净。先生，陆总去了机场，乔木晨今天的航班飞巴黎。我叶承舟愿娶陆锦柔，
无论他贫穷或富有，冷淡或厌弃，我都愿守着他一生。陆家的门第不是谁都进得来。是，我会用行动让长辈改观。今天你睡那儿。今天的事没关系。8年前，这个人曾有过一段恋情。8年前的恋人，安分守己点儿，别总跟不相干的人牵扯不清。我你怎么来了？看来我打扰叶先生忆旧了。到底有什么不能让我知道的？陆总，您吩咐我查的叶先生近期行踪已经核实清楚了。他近1个月每周都往警局跑，一直在申请调狱旧案卷遭，查的是他亲姐姐叶慕清8年前失踪的在职检察官。他姐姐失踪8年的检察官，所以昨晚他藏的是他姐姐的照片。难道我真的误会他了？我姐姐叶慕清8年前办一桩旧案时失踪的检察官，求您再帮我查一次。线索早断了，回去吧。先生，我查到，当年姐姐失踪前，最后接触的是3南传媒的人。姐姐的失踪和叶氏当年的变故是一根线。我加进陆家，不只是为了一个位置。哟，这不是陆家那位夫郎吗？你也配姓陆？瑶瑶姐那是被逼的，你个乔毅，瑶瑶姐，这是我老公。再让我听见有人对他不敬，自己掂量后果。谢谢你。我护的是陆家的脸面。我知道，可我还是想谢谢你。夫郎，老宅那边来人了。继父说要您3日内把陆家投资叶氏的事敲定，否则……
陆家的门楣怎么进了这么个赘婿？听说还是叶氏那个快垮了的破落户。三婶，我夫郎伺候长辈的规矩，比在座某些人强得多。吃饭，站着伺候一晚上，不饿。好孩子，瑶瑶嘴硬，心软。瑶瑶，这赘婿来路不明，叔查过，他身上藏着8年前一桩没了结的旧案。贤婿，陆家的钱到底什么时候到？叶氏的账我自己来填，陆家的钱不会进这扇门。哟，硬气！别忘了，于先生，那是我的底线。悄悄盯紧。先生，于文修名下有一笔来路不明的汇款，每年同一天转给一个境外账户。同一天？8年前，您父亲出事的那天。继续查，别打草惊蛇。报警调监控。我老公的车，谁撞的？上车，笨手笨脚，别动。能不能别让我担心你？陆景瑶，你其实没那么冷。闭嘴！瑶瑶，看来我得回来的勤一点了。叶先生，你不认识我了？抱歉，我们见过。魏南渊，记不起来也好。为什么心里不舒服？叶承舟他狼子野心，为了吞掉我家的产业，亲手害死了我父亲，还故意制造车祸，假装失忆，休想躲开我。半夜不睡，发什么疯？哪儿不舒服？老毛病，想不起来的事，一想头就疼。陆景瑶，有你在，好像没那么疼了。叶承舟，不给你点厉害，你是不知道，什么人才配站在瑶瑶身边。这不是陆总和她那入赘丈夫吗？拍的还挺暧昧。
上班时间嚼舌根，陆氏雇你们来八卦的。感冒了还往厨房凑，想传染给我？对不起，我马上就好。吃完赶紧好，别耽误做饭。这还是冷冰冰的陆景月吗？陆家的赘婿，也就配走地下车库，偷偷摸摸回家。先生托我们给你个教训，你就好好受着吧。陆总有急事儿，我在地下车库看见叶。喂，感冒就回地上睡觉去。谁干的？没事，我自己不小心磕到的。你不说，我会自己查到的。衣服脱掉。叶承舟，你干嘛？松开我！就让我抱一会儿，求你了。你是我陆家的人，我不会让任何人欺负你。叶承舟，陆景瑶，谢谢你。陆景瑶，你的选择一直都是乔沐尘吗？先生，宇文修又行动了，咱们怎么办？明天我去见一下荣资方，我来想办法。是。叶氏是父亲毕生留下的心血基业，我无论如何都不能输，更不能拱手让人。下这么大雨也不知道躲，喝成这样，怎么不打给我？我送你回去。那些我攒了又攒，藏在心底不敢露半分的在意，在别人那里，原来都是可以轻易说出口的温柔。我连关心你都做不到吗？我心底清楚，这是一场针对自己的局，没有当场翻脸，也没有起身逃离。大家行一下吧，来再行一杯啊！融资期的协议，我每这一种不会合理，但是只有这样才有机会挽救。叶少爷好酒量，承让。出满不公的合作协议，最终没能签下。常年缠身的旧疾早已掏空身体，根本承受不住接连不断的烈酒。可叶氏是父亲毕生心血留下的人，绝对不能输掉这场谈判。喂，你死哪儿去了？我没事，马上。
叶承舟，叶承舟，你回我话！他心底反复自问，完全无法理解自己失控的情绪。明明叶承泽只是当初为解决家族麻烦，权宜之计娶进门的赘婿，本不该牵动他半分心神。原来这么在乎我吗？醒了，医药费记你账上。好。1年，契约婚姻1年，1年后好聚好散。这期间，你好好养身体。好，这1年我会让陆总舍不得我走。他不在家正好，今晚把那间阁楼给我砸了。少爷，不好了！于先生带人闯进来了，正在砸阁楼。住手！这是垃圾！这是我的东西，谁敢动，我跟谁拼命！砸我丈夫的东西，问过我没有？走，回家。这个男人身上藏着的过往，远比我想象的要复杂幽邃。陆总何苦呢？守着个赘婿也不嫌跌价儿。瑶瑶，你值得更好的。自己身份难堪，若是出头，只会平白给他招惹更多流言蜚议。魏公子，我夫郎比你想象的好太多，长得也比你漂亮多了。冷，借你的手暖一暖。瑶瑶，我后悔了。回来，我娶你。每日不间断的鲜花送到陆氏集团前台，各类公开场合毫不掩饰的主动示好。他被铺天盖地的流言架在风口浪尖，走到哪里都有人偷拍议论。我是不是连累他了？乔沐尘万众瞩目，光鲜耀眼，站在人群顶端，本就是和陆景瑶相配的人，而自己只是人人鄙夷、上不得台面的赘婿，不该横插在两人之间。我喜欢你，做我女朋友吧。可我不愿。时间好像停了一秒。他心里向来分得清清楚楚，从无接差的权衡天平，此刻毫无预兆，彻底偏向了叶承舟一侧。乔沐尘，我说过，回不去了。我手瞬间手心出汗，让你发现慌乱，电梯门关上前。
叶总，请问您和陆总的婚姻是否只是一场契约？有传闻称这段婚姻是为了挽救陆氏的商业联姻，您对此作何回应？我和陆总是真心结合，外界的捕风捉影，到此为止。我不许任何人污蔑我妻子的清白。往日人人拿来取笑的赘婿，为何会这般拼尽全力维护一向对他冷淡原来的陆景豪？心疼，你是这样想。叶执着改观了。原本预判，以为他会借这场记者会讨好自己，顺势攀附陆家权势。可整场发布会下来，他没有索要半分好处，自始至终只是一遍又一遍挡在他身前护他周全。以后这种事不用你一个人扛。你心疼我了？想得美！哟，赘婿哥，出来放风呢？听说陆总跟影帝旧情复燃，你这位置怕是坐不久喽。哎呀，手滑。叶小姐好大的威风，敢动我的人，滚！从小到大，从来没有人这般站出来护住他。以后别什么都自己忍着。陆景阳，你是不是喜欢上我了？才没有，想都别想。叶先生，这是我们陆总让我交给您的。补充条款：你取悦我，我付报酬，明码标价，谁都不欠谁。这份契约是锁住心绪、隔绝暧昧的保险，一道重新将二人拉回买卖交易、划清距离的冰冷高墙。陆总，我可以为你做任何事，但不是为了报酬。我守着你，护着你，把脸面都尽数让给你，不是因为你给钱，是因为我心甘情愿。这份心，明码标价，会脏。契约作废。叶先生，8年前你在加拿大接受过我的治疗，我不记得，因为你病了。一场巨变后，你的大脑封印了那段记忆，包括你之前的感情。为什么现在告诉我？因为有人不想让那段真相永远埋着。真相会从加拿大寄来，隐忍追查整整8年。从前只以为自己要翻的只有父亲、姐姐蒙受的不白冤屈，此刻才恍然醒悟，自己苦苦寻寻的真相里，还有一段被彻底偷走、遗失的自己的人生。他想起来了吗？快了。南渊，你真要让他全部想起来，那会很痛。该痛的，不该只有我一个人。
该还的债是时候了。陆总，您特意让我紧盯的魏家姑娘魏南渊底细查清楚了，这人来路一点都不简单，远比表面看起来复杂。说，3年前他回来，推掉了所有豪门联姻，拒了无数权贵子弟的示好，从不参与圈子里的攀比应酬，唯独锲而不舍地贴近叶总。叶承抽，竟然是他。起初我以为他是看中了叶总的家世背景，想攀附叶家站稳脚跟，可深挖之后才发现根本不是这么回事。得，理智冷静全抛脑后，妥妥的动情了。我的陆大总裁，这回是彻底沦陷了。叶承舟藏得这么深的过往，这么重的软肋，我终于要找到了你的命笺。现在解除婚约，惩罚董事回缴。婚约，解除婚约。叶家这门亲事，当初就不怀好意，赶紧解除与叶氏的合同。还是给他添麻烦了。娘，为什么不解释？现在全城公司上下都认定是你做的。现在解释不清，所有证据都已经提前做好了手脚，现在开口只会越陷越深。你若信我，给我3天；你若不信，这桩婚本就是我高攀。你要和我划清界限，我完全理解，我保证不会拖累陆氏分毫。叶承舟，我有说过怨你吗？这婚事我从来没有后悔过。这件事他没做，再做谁还有意义？执意逼我和他割裂，先过我这一关。竟然是你们2个！景瑶，我只剩下你了，不能在这里了。站住！谁准你走的？陆总，1年之约提前结束，对你我都好。你心里有乔沐尘，我不该继续留在这里拖累你。妈的眼散不出，留在房间，我在窗前。瑶瑶，我其实……傻瓜，乔沐尘算什么东西？叶承舟，你有没有想过，我想留下的人，从来不是他。这么动情，瑶瑶，要不要先看看你这位赘婿8年前在加拿大跟另一个女人魏南陵做过什么？叶承舟，别得意一时，瑶瑶姐早晚看清你这穷酸赘婿的真实面目。等8年前的旧事曝光，陆氏只会彻底抛弃你。乔毅，再说一遍，我丈夫是我陆景瑶8抬大轿，不是我放下身段亲自求着娶进门的。你今天我很喜欢。废话，我的人我自己护，轮不到旁人智慧。景瑶，如果有一天
你知道了我所有不堪的过去，你还会像现在这样护着我吗？我陆景瑶认定的人，无论过往如何，心意都不会变。落魄求学的我，与同样流落异乡的他相爱，那是我贫寒人生里唯一的光。可不知何人精心策划的一场意外，让我在剧痛中失忆，被人送回国，丢进叶家那口吃人的井。失忆后的我，认错了人，错把一个陌生女人当成了魏南渊。那个女人是陆景瑶。少爷，老爷他不是病死的，是被人毒杀的。当年于文修勾结叶云之，毒杀了老爷，吞了叶家的产业。而你姐姐叶慕清正是查到了这桩毒杀案的关键证据，才招来杀身之祸，被迫失踪。爸，慕清姐，你们的债，我会一笔一笔亲手讨回来。这一次，我陪你一起讨。叶承舟的把柄，我们合作，借着陆氏的资源，悄悄收拢散落在外的叶家旧部。甚至故意在宇文州面前继续扮演那个软弱可欺的赘婿，麻痹对方，吐出股权。否则，这些东西明天就会出现在新闻头条上。你不是那个废物！于先生，废物是你们想让我做的样子。叶承舟，你藏得好深。我不是藏，我是在等一个把他们连本带利讨回来的时机。复仇才刚刚拉开序幕。姐姐，想救他，拿叶氏来换。我要在这场发布会上把叶成威彻底定死，让全城看清他陆景瑶嫁的是个什么货色。陆总，全在这儿了。乔沐晨，你这3年在国外的真面目，压榨合作方，私生活肥烂，买热搜踩同行，还有当年抛弃糟糠攀附豪门的旧账，桩桩有据，铁证如山。瑶瑶，你……我早就看清你了，乔沐晨。3年前我没看透，是我瞎了。现在，我夫郎比你干净10000倍。景瑶，叶承舟，你以为赢了？别忘了，你姐姐叶慕清到现在还活不见人，死不见尸。真相揭开后，他反而疏远了我。我怕自己一身的血债与残缺
配不上他，怕他当初的心动只是因为同情，等复仇了结，我便会退出他的人生。叶承舟，你给我听好，我陆景瑶看上的人不许跑，我不要什么交代，不要什么契约，我要的是你这个人。你那些破事儿，你的过去，你身上背的债，我陪你扛。但你要是敢自作主张的从我生命里消失，我跟你没完！陆景瑶，我不走，这辈子我都不走了。姐姐还活不见人，再帮我一次。董事会该收网了。那些毒杀证据，那些江户款的流水，那些境外交互款的视频，那些被收买者的证词。不可能！这些证据怎么会在你手上？我等了8年，于先生，欠我父亲的，欠我姐姐的，是时候连本带利的还了。你姐姐叶慕清在我手上，你敢动我，我就让她永远消失！你说什么？地址现在。叶慕清在我手上，放我们走！我告诉你她在哪儿。什么？叶慕清，你怎么在这儿？于文修，我父亲案子的全部证据，当年我都备份了。你以为求了我8年，就能高枕无忧？由我替叶家作证，这些铁证，谁也翻不了案。爸，我做到了。宇文修一党已伏法，但当年那桩旧案背后，一定还藏着一只更大的、还没现身的手。父亲的死，姐姐被囚8年，环环相扣，绝非宇文修一介贪心之人能独自操盘的。这盘棋还没下完。叶家的事，老朽知道真相。是魏家老爷子，他不是早已隐退了吗？孩子，当年那桩案子，老朽查了8年。叶氏这块肥肉，你我惦记了不是1天2天。叶老头子油盐不进，挡了我们太多路，留不得。你有话直说，要我怎么配合？人我来解决，后续的脏水你来泼，境外资本的假账册你全都做齐，扣死在叶老盒子头上。等他身败名裂，
叶氏自然是我们囊中之物。叶承周那小子精明得很，他要是死咬着查下去，查，他有没有命查还不一定。一场车祸就能让他闭嘴，干干净净，永无后患。好，事成之后，叶氏产业你七我三。还有魏家那个老东西，碍我掌权太久了，下一个就轮到他。8年前，叶朗正是察觉了他们的阴谋，才招来杀身之祸。于文修不过是一枚被收买的棋子，而叶承渊的失忆也是出自他的手。我隐退多年，就是为了搜集这伙人的全部罪证，这些交给你，叶家盟的尘该洗清了。铁证如山，那些罪恶终于能被连根拔起。叶家是被冤枉的，这些年委屈你们了。对不起，是我误会了你这么多年。半生的隐忍，半生的执念，在这一刻尘埃落定。姐姐失而复得，仇人伏法，可我必须把加拿大的一切原原本全告诉景瑶。魏南渊是我的过去，我欠他一个交代，这笔债我必须了结。但我要你知道，他是我放不下的愧疚，你才是我余生要走的路。去吧，把该了的了了，然后干干净净的回到我身边。南渊，扳倒魏家嫡母，会牵连整个魏氏，你真想好了？就算与整个魏家为敌，我也认。叶承周，那笔债我会跟你一起讨。我坐镇叶氏集团，调取当年旧案卷构，补齐证据链，为南妖挖出他们亲笔签字的密谋协议与分赃记录。静瑶则带着顶尖律师团队，联动警方布控，堵死他所有退路。立刻把书房所有物证连夜销毁，再派人手去截杀魏南渊。三方合围，天网恢恢，明天就让他身败名裂。涉嫌故意伤害、商业诬告、蓄意伤人多项重罪，依法对你执行逮捕。你们两个小辈也配动我？于文修那个废物，连这点事都办不好。于文修早就留了后手，你当年和他签的所有记录全在我们手上。魏家那个毒妇想派人灭口，他的所有罪证我全留着，我给你们，我要立功践行。早这么做，也不至于走到今天。仇报了，压在心底8年的执念，终于能放下了。我要走了，这座城市装满了我的爱恨、伤痛与怨恨，所有回忆都在这里。我想离开，去过全新的人生。他交给你了，往后余生，麻烦你好好照顾他。年少爱意，半生误会，前尘过往，全部翻篇。承周，承周，仇报了，叶承周却病倒了。积压了8年的隐忍、悲痛与劳损，在尘埃落定的这一刻，彻底压垮了他。
叶承舟，你醒醒！不是说这辈子都不离开我了吗？你卑微也好，倔强也好，我都认了。你给我醒过来啊！原来他早就深深的爱上了这个人。叶承舟，我不离婚。叶承舟，这辈子都不离。他卑微的爱了他那么久，从尘埃里一寸寸的、一寸寸的，终于走到了他心里。好，不离。大病初愈，当年那些踩过他、辱过他、看他笑话的人，此刻一个个变了脸色。承舟啊，早看你就不是池中物。那些曾经的讥讽与应试，此刻全成了响亮的耳光。陆景阳，谢谢你，在我最狼狈、最不堪的时候，没有放开我的手。说过了，我陆景瑶认定的人，不会。半生的苦，仿佛都在这一刻有了回甘。那个曾被全城耻笑的卑微赘婿，如今成了与陆氏并肩的叶家家主。乔沐尘身败名裂，再无翻身之日。当年踩过他、辱过他的人，一个个自食恶果。痴缠陆景瑶的魏如琛，眼见大势已去，灰溜溜的退场。那些等着看陆景瑜笑话的人，全都闭了嘴。这一杯敬我的丈夫，是我陆景瑶三生有幸求来的良人。叶承舟，谢谢你来到我身边。这辈子能嫁给你，是我叶承舟。转。我叶承舟愿娶陆景瑶，无论贫穷或富有，无论她冷淡或温柔，这一生我会守着她。我陆景瑶愿护她，这一生他护我，我护他，谁也不许再让对方独自走过风雨。